Hello， 这里是爱看电的豫园，5米2车长，大3排6座 SUV，9字辈车型又添一元猛将。我们来看看刚公布了预售价格的极氪9叉。那这辆车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既宜家又宜商，所以我今天稍微穿的也显正式了那么一些啊。那本期视频我们还是重点来看这辆车的2、3排的乘坐空间，包括它的一些舒适性配置。那第二个亮点呢，就是去看一下作为后来者，这辆车有哪些拿得出手的功能和亮点呢？那话不多说，我们一起上车。我们先从它的开门方式讲起。极氪9叉这一次4个车门都是带电吸门的，而且呢，车门有几种开启方式啊。首先就是它在底部是有一个凹槽的，就是你轻按一下，它是可以开启车门的。第二个方式呢，就是你手搭在里边啊，然后它是有一个按键的，然后按一下，对。还可以打开。摄像头识别到人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停止的动作，就是还是蛮方便的。然后这辆车它也是带这个脚踏的，但因为是展车模式，不停的有人上下车，所以它将它收起来了。就大家知道这辆车是有脚踏的就 OK 了。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车门的开合度吧，就这个开口度是达到了90度，就上下车对于老人啊、小孩啊会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是带空悬的，最高的调节范围是120毫米。接下来我们来量一下这个进门的高度有多少，进门的高度达到了115厘米。我觉得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的实体按键真的特别多，我觉得这种有好处啊，但是呢，它相对的学习成本就会高那么一些。首先我们来看啊，就是车门一共就有差不多6个按键，然后带大家看一下，它2排是带电动的遮阳帘的，然后3排呢是手动的遮阳帘。2排遮阳帘的话呢，它在车门上是可以控制就左右两边的这个遮阳帘和车窗的。你看一段啊是这个遮阳帘的开启和关闭，然后第2层呢就是你看你再按一下就是车窗的开闭，那右边呢就是这个车窗，我们就不去演示了。那往下看这2个按键，首先第一个啊，它是进行这个2排屏幕的关闭的和开启的。这一次极氪9叉它有一个创新，就是上方的这个屏幕是可以进行滑移的。你看我不停的话，它可以一直移到就这个位置。那等会儿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往下看第3排按键，它是控制后排这个屏幕角度调整的。这一次啊，后排屏幕它是支持5档的这个角度调节的。那最后一个按键就是控制上方遮阳帘的开闭的。没错，这一次极氪9叉它相比同级车型在前排、2排这个啊都是带了电动遮阳帘，包括说这个天窗都是可以开启的。那视野通透性啊，相比同级车型会更加优秀一些。我猜看到这儿，有些朋友会担心，比如说我将这个2排屏幕移到3排这个位置了，那上方的遮阳帘还可以正常开闭吗？你看我试了一下，是完全可以关闭的，所以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了。然后再来演示一下，比如说这个屏幕展开的话，我坐在2排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头部空间？咱看一下啊。好，比如说现在3排的乘客在看屏幕了，然后我2排的话想休息一会儿，看会有影响不？可能这边还是得注意一下，会容易磕到啊。极氪9叉车内那么多实体按键，那使用真实的感受到底怎么样啊？就不得不说，它前方的这种推拉的这种键的话，我觉得阻尼感做的是蛮不错的。然后下方这种平面的按键，它其实并不是像之前大家印象当中的像那种触控键一样啊，它其实在上面是有给到你指纹的一个凸起的，就是你会知道现在是我在按这种上升，包括说下降啊，这种感觉其实会有的。然后包括下方这个，你看。上下提拉的这种按键的话，你就算女孩子做了长的指甲，也不会觉得磕到手，我觉得还蛮不错。然后关于开关门的话，就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个按键呢它是开门的，然后关门的话呢，如果觉得因为它的整个开口度特别大，所以关门不方便，它在这里啊侧面也是有这种按键给到你的。然后下方它这个出风口做的还蛮独特的是什么？它下方啊这个你往下按就是出风，然后不想使用的话，哎，你再按一下，你看凸起的话就关闭了，然后这个出风口是可以自己来设置
上下左右的位置的。我们看完了车门上的所有按键，接着来看座椅的按键。大家可以看这一排啊，一共是有算下来的话有8个实体键，分别都是干什么用的？你看，我们先从第一个、第二个开始讲起。它是一键零重力座椅的开启和恢复的。没错啊，这一次极氪9叉，它在2排这2个座椅都是配了零重力座椅的，然后中间2个是座椅的记忆，包括2排座椅它的通风、加热、按摩都是有的。它的座椅按摩呢是有3档的力度调节，然后方式一共是组合起来是有8种的。像此前的一些座椅按摩，它可能是在背部这一块啊是给到的，那现在极氪9叉它在臀部这一块也是有的。然后不仅有什么揉捏，包括说扣肌呀这种，我个人是觉得它不仅是按摩方式的多样化，而且呢这个力度我觉得是给的很到位的，就大家可以真切的来感受一下，确实挺舒服的。音响罩的上方它还有一个按键，好，打开。它在侧面呢是给你留有了2个这种储物箱的，然后里边是这种植绒材质的，像是你去办公的话，对吧？放些纸啊、文件呀，文件应该是放不下去，笔啊这些没问题。然后手机，如果你是用备用机的话，也可以搁在里边啊，看是不是挺私密的。我们接着来看2排的一些功能配置，我们先从下往上啊，然后你看它前方的这个中控屏幕是可以取下来的，因为涉及到3排嘛，所以这种随取随用的中控会更加好用一些。你看取下来之后就是一个小平板了，然后可以对车内的一些功能来进行操作。好，那咱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下方它这个冰箱。冰箱的话，我们因为它是没有实体键给到的，所以一般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中控前方的这个中控屏来进行开启。它这个冰箱的开启，我个人是觉得它可以做成快捷的操作会更方便。你像我刚刚想要点进这个冰箱开启，我得点进1级菜单，然后再点往下翻，好，这里有一个开启按键，它在2级菜单里面，稍微有点复杂了。好，打开之后呢，它是带压缩机的冰箱的啊，它这个温度呢是支持零下6度到50度，咱关闭的话就不能按这个屏幕了，然后直接推进去啊，是这样的。好，这个是它的一个操作，包括这一块小屏，你也可以把它取下来当成这块中控屏的遥控器来使用的。包括说老板位置前方，对，这个座椅是有一个小桌板的，然后这个位置没有。不过在我前方这个位置啊，它是有一个文件袋的。这个位置呢是零重力座椅，所以它在下方是没有文件袋的，是下方加了一个小的脚踏。那既然说到零重力座椅，那我们先来体验一下这个零重力座椅到底坐起来怎么样。这辆车的储物空间也是相当多的，除了说这一块啊，然后下方，然后水杯架呢，它现在是藏在了扶手内部的，就提起来之后它是有2个杯架的。然后前方这个啊，你看座椅的2侧也是有2个水杯架的，所以它2排一共是4个杯架。因为大家会觉得这种固定的扶手确实坐着蛮舒服，因为很厚嘛，然后又比较宽，那会不会影响到2排进入到第3排的这个空间呢？那咱们来实测一下。基本上啊，单腿进入是完全 OK 的。刚刚是通过中间通道进来，这是第一种方式。然后第2种方式是什么？你看，它这个背部是有2个实体按键的，就我按了一下之后呢，它2排座椅往前嘛，你看这里就留出了一个还不错的通道的位置。但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如果需要从这个位置上下车的话，那这个位置是不能坐人的，就2排的人需要先提前下车。好，这是它的一个亮点。然后第2个就是这一次极氪9X不是还宣称自己有那个2排座椅90度旋转的这个功能吗？那这个是需要花钱去选的啊，就是它选了之后呢，就跟极氪 Mix 一样，它2排座椅是可以90度旋转，与3排座椅是面对面的一个情况。但不一样的是什么？它主副驾位置是不能旋转的啊。包括后续呢，商场也会推出小桌板嘛，就是你可以自己安在这个地方，无论是聚会啊、会谈啊，对吧？就各种各样的场景就会更加丰富一些了。还有就是你选了那个2排旋转座椅之后呢，它还推出了一个扶止座椅，就是它这个座椅是可以旋转到车门的这个位置。你看加上脚踏的话，像是腿脚不方便的老人长辈的话，你看上下车就会更加便利一些。这个功能我觉得如果你是多孩家庭，包括说家里有几位长辈的话，我觉得可以选上啊，还是蛮实用的。接下
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3排的乘坐空间。2排呢是我调至膝部2圈，而且我穿了高跟鞋啊，就是刚刚进出的话，因为它整个都是平面的，不会有台阶，所以我进出还是蛮方便的。然后来看一下啊，这个腿部空间是不是还挺剩余的？然后头顶的话也有1拳多一点点。然后上方这个天窗是没办法像1、2排那种可以开启，不过它是有电动遮阳帘，而且两侧看一下啊，也是带这种手动的遮阳帘的。侧窗的面积也够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坐在3排，整个视野通透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再来说它的座椅，来看一眼，它的靠背最大是可以躺直，来看看啊，你看。我把这个靠背伸到最后，它这个座椅是往前伸一点点，它是有一个联动性的。座椅的话，咱还可以往后再退一丢丢。它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坐垫和靠背就是同时仰到最低的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它在侧面啊，也是给你集合了几种按键的，就除了说座椅的调节，然后上方的这种遮阳帘的开闭，然后包括3档的座椅加热。以及它有一个麦克风，好，我现在是开启了，你可以听到啊，就是我整个声音就蛮通透了，在整个车内，就是2排、1排的乘客都能够更加清晰的听到我讲话。好，这个是一个麦克风的功能，然后这里有水杯架，下方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储物，两侧都是有 Type C 的这个充电的接口，这是它3排的一些配置。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测量一下这个靠背和坐垫的数据情况到底怎么样。靠背的长度是在53厘米，坐垫的长度是在47厘米。咱们一镜到底来看看3排座椅折叠会不会有安全隐患。来，哎呦啊！就是穿高跟鞋的女生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小心。我刚才在进入到第3排的时候，然后这个高跟啊是已经插进这个滑轨里面了，就还是蛮危险的，大家注意一下。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极氪9X 的后备箱空间，没错啊，和它的小弟900都是一样的，配备的天地门，而且地门的承重是300千克。那地门的几个好处，首先第一个啊，可以把它当成一块一把小桌板来用，还有就是钓鱼佬狂喜的一个功能。而且呢，像是你需要搬运一些比较容易滑落的物品的话，你将地门收回，这一块不容易，对吧？来回的滚动。好，它这里是有一个地门开启的按键的。好，打开之后，咱们来看一下。首先来看一下3排立起的情况下，它后备箱的这个长度在多少？地门展开量出来的这个长度是在96厘米。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下层空间，你看，基本上放一些随处的工具是没有多余的一些空间了。然后再来看它后备箱的一些配置，就我这样去讲，还是觉得够着有点远，咱们把这个地门给关了啊。好，关了之后来看一下，在左侧它是有1排的这个按键的，就是这辆车是带空悬的，有这个便捷载物的一些功能。第2排的这2个按键呢，是针对3排座椅的一键折叠和展开的。第3排的这个按键是进行座椅的这种前后的移动的，然后它还配了一个220伏的电源，就是外出露营会更加方便。那关于这辆车的灯光，我觉得也特别值得一说。你看两侧啊是刹车灯，然后照明灯的话，它除了说后备箱这2侧有，然后上方这2块还有，然后我去问了一下，这个能不能拆下来啊？就目前是不可以的，但是它在这个位置给你加了2个可以承重2000克的这种挂钩的，就是说你后期是可以自己加这个露营灯，包括说这个投影幕布，这些都是 OK 的，所以它这些露营场景还是有给你想到啊。近排感受完极氪9X，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相比于此前的一些同级6座 SUV 的话，它做的会更加细节化一点，而且呢，它的用户就是可移商可移家的，所以有这样几点啊，让我个人印象蛮深刻的。首先就是它车内1排、2排这个天窗是可以开启的，包括3排都是有独立的遮阳帘，以及上方的那个可以滑移的屏幕，从2排滑到3排，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细节，而且真的是很能抓住用户的一些痛点的。然后包括说啊，它2排一些商务属性的话，像是小桌板啊，对吧？包括2侧车门的这个储物箱啊，这些就不多说了。我觉得有这样一点，就是它
在这个2排上方是有一个摄像头的。我有去了解过之前极客009的一些商务群体的话，它其实会在这个2排进行一些视频会议，包括说对吧，每天都会看一看那个股票的一些情况。对吧？这辆车也是考虑到了的，然后包括后备箱这种天地门的一个设计，然后可拓展性也会更强。所以这辆车，那基于它现在的一个预售价格，我个人是觉得竞争力应该还是蛮强的。而且可以看到，我们昨天其实就已经来看了，然后很多人没有开成，然后咱们今天一大早就过来了。就是一些小定的来看车的用户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月底正式上市，咱们期待一下最终的一个售价吧。